要想驾驶，先不当人。引发世界革命的机体登场，革命机 Valvrave 设定和剧情解说。机体型号 RM011 Valvrave One PF 火人是由名为机关组织开发的人形机动兵器，该组织来自于东亚地区的一个国家吉奥尔，而吉奥尔则是一个奉行和平理念、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经济较为繁荣的中立国家。除了吉奥尔之外，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了两个阵营，分别是由军事同盟组合而成的多尔西亚军事盟约联邦和由贸易协议扩大的环大西洋公约组织 ARIS。虽然吉奥尔被称颂为非武装中立国，其国民过着比其他地区更为安定的日子，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从吉奥尔开始进行人形机动兵器的开发后就被彻底打破，一场引发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动乱即将开启。而这架被称为火人的1号机人形机动兵器就是所有 Valvrave 的原型机，在定位上属于是标准型机体。此类机体在各方面的作战能力表现得比较均衡，但机动能力十分突出，不但机动速度极快，还会在机动的过程当中散发出绚丽的光芒，而这个光芒与常见的可见光不同，其名字为硬质残光，在释放了以后会迅速硬化成实体，使得这种硬质残光除了能对敌方造成扰乱之外，还能发挥出攻击和防御上的作用。可以说这个硬质残光是相当的神奇。另一方面， Valvrave 能满足从宇宙到地球上各种环境中作战，包括水下环境，无需准备喷水之类的动力装置，就可以潜入水下进行航行。可以说 Valvrave 能够很好适应大部分作战环境，来方便执行各种作战任务。除了拥有优秀的机动性能之外，1号机在防护、近战、射击这3大能力上表现均十分出色。其中在防护上，机体全身使用了名为 VLC 的聚合物作为装甲材质，该装甲材质非常轻便，使得将近23米高的机体重量不足20吨，但这个装甲材质坚硬无比，防护能力要比常规装甲优秀，对绝大多数武器的攻击拥有极佳的防护效果。而且此类装甲材质还具有一个神奇的机制，那就是当机体完成认证，启动引擎开始供应符文后，装甲外观的颜色就会发生改变，从原来的白色变成了黑色。而颜色发生改变后有没有其他的作用，目前仍不得而知，只确定变化后的颜色不一定是黑色。不过事件发生在214年以后，才在另一架机体上出现了外观变成金色的情况。但是如果失去符文供应，机体外甲的颜色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白色，包括机体的引擎也会停止运转，无法启动。值得一提的是，符文除了供机体进行机动之外，还可以让武器发挥出攻击作用，比如机体的头部就安装有光束近防机炮，其射速很高，能够瞬间形成弹幕对敌进行攻击，同时在防御端上也能发挥作用，对于来袭的导弹具有极佳的防御效果。而在近战武器方面，1号机配备了4把太刀 ZEDGE， 该武器采用 Clear Fossil 进行打造，其刀刃十分锋利，很轻易劈开装甲造成破坏，但太刀如果长时间持续使用，刀身就会积累热量发红，虽然有助于提高攻击力，但需要及时散热避免损坏，所以在左手臂上配备了 Strike Brace 打击手套，该装备附带了一个冷却装置，来用于冷却战斗中过热的太刀，只要通过割腕的方式在手套上抹一下，就能对太刀进行迅速降温。除了这一个降温的功能之外，这个打击手套还能当盾牌使用，并且在手掌位置还有尖刺结构，可在接近战时用于对敌进行反击。除了这4把太刀用于近战之外，机身上还装备有2把折叠镰刀，该武器在未展开的状态下看上去就像是一把匕首，实际上带有可折叠的伸缩结构，能延长攻击距离。而刀刃部分同样也是用 Clear Fossil 进行打造，其破坏能力与太刀一样。在与多尔西亚的战斗中，1号机使用这把武器连续摧毁了对方多个机动兵器，战斗力完全不比太刀逊色。而除了近战装备之外，1号机还装备有10字回旋镖的投掷武器，虽然攻击距离不远，但十分有利于在接近战当中应对多个敌人的战斗。同时还有跟步枪一样的 Vogue Arm， 与当前使用的实弹装备不同，这把步枪具备实弹和光束2种攻击方式，采用光束进行攻击时，将会从机体引擎里获取符文，实现光束攻击，攻击距离远且射速快，凭借机体上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很快就能锁定进入探测范围内的各个目标，这样就能支持机体进行精确射击。在与多尔西亚的战斗中几乎弹无虚发，而且该枪的威力还可以进行调节，通过蓄力的方式对大型目标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最后还有一把镰刀型的辅助装备，名字为 Bladed Beacon。其体积要比前面介绍的折叠镰刀要大，其握把的部分带有绳索进行连接，可以向远处的敌人抛去套住对方。这把武器的绳索十分牢固，一旦被套住将很难挣脱，这个时候就可以抓住机会，使用其他武器将其击破。由于1号机的武器种类较多，为了方便同时使用多种武器参加战斗，可以将前面提到的多个武器进行组合，从而具备刺突、挥砍、射击等多种战斗能力，这样就比较有利于应对比较复杂的战斗。不过如果敌军的数量很多，战斗时间太长，也会达到 Valvrave 的上限。虽然不像常规兵器那样受携带的能量上限影响，但 Valvrave 在运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当热量累积到驾驶舱内显示的这个数值超过100时，机体就会从战斗模式转入到暂停模式。这个时候，机体机能处于停止状态，无法进行战斗，同时开始启动另一个机能继续积攒热量。而当热量达到666的时候，1号机就会全身散发着犹如火焰般金黄的光芒，整个机体就像是火人一般。接着，机体使用一把太刀直接戳进腹部的引擎，其场面看起来就像是日本武士在进行切腹仪式一样。然后1号机抽出太刀，直接朝着前方使出切腹大剑，其瞬间产生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空域内的所有目标，即使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也会被一扫而空。虽然切腹大剑能够直接扭转战局，获得胜利，但这个招式并不能频繁使用，加上积累热量用时较长，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进行反击，所以多数情况之下，1号机还是以常规手段与对手进行战斗。倒是后期为了缓解散热带来的焦虑，1号机还可以增加散热组件，切换成 Full Impact Mode 全冲击模式。可以看到，在机体的四肢、腰部、后背都装备了带有大量散热片的冲击组件，其中四肢上的冲击组件造型就像是一只鹰，能自主与机体通过对接程序进行组合，在完成组合后，短时间内就可以将机体的热量转移到散热片上，当散热片达到极限的时候就会进行抛弃。基本上一个冲击组件可以让机体提升原来 2.4 倍左右的战斗时间，并且还可以同时多架机体进行散热，只要伸出手臂与冲击组件的另一端进行连接即可。而后背2 Door Grip 组件的散热机制则有所不同，在完成散热以后不需要抛弃散热片，除了散热功能之外，冲击组件还具备强化机体攻击的能力。在发起攻击时，冲击组件就会包裹机体的手腕，形成个巨大的拳头，在打击到对手的时候，这个拳头就像是爆裂拳一样，直接就把对方轰成了碎片，仿佛自身的热量全部转移到了对方身上。由于一次攻击就要消耗掉一个散热片，所以这个攻击有使用次数限制。此外，在1号机的肩膀上还装备了 Busbuster 3管炮击武器，该武器既可以扩散攻击，也可以3个炮管进行合并进行集中攻击，威力十分巨大，一发就能摧毁多尔西亚的大型机动兵器。算上前面介绍的武装，1号机如果全部携带进行战斗，足够能进行一场战区级别的战役。由此可见 Valvrave 十分强大，其战力足够与一支军队相抗衡，而支持发挥如此战力的关键部分就在于1号机的引擎上，而这个引擎其实是名为 Pino 的魔矢，而魔矢则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外星生命体，也就是吉奥尔的开发人员将魔矢 Pino 做成了1号机的引擎，然后由引擎产生的符文来驱动1号机，从而发挥出超出现有常规武器装备的战斗性能。但是魔矢需要通过驾驶员来获取符文，也就是汲取驾驶员的记忆信息来维持自身的运作，所以驾驶员长期驾驶将会失去所有记忆。之后当符文耗尽的时候，驾驶员的生命也会就此结束。然后就是 Valvrave 的驾驶员还有一个特殊的限制，那就是只有经过调整的人类才能得到认可，并且需要先同意机体的注册协议，在进行药物注射完成魔矢的进化后，才能驾驶 Valvrave 进行战斗。如果是不符合认证的非调整人类，就会被判定与认证信息不符，然后就会被注射药物，使不符合认证的驾驶员直接暴毙，以此来杜绝了外来者前来夺取新型机的可能性。而这些符合认证的调整者人选当中，来自 Major 77宇宙殖民地3校学员的石稿情人便是这些调整人类之一。不过他对自己是调整人类并不知情，更不知他所在的3校学员其实是吉奥尔研发 Valvrave 的秘密场所。直到多尔西亚向吉奥尔发动战争，并派遣特务部队前往攻打 Major 77殖民地，
这才让吉奥尔秘密研发的 Valvrave 露出水面。就在多尔西亚的间谍渗透到研究所的时候，1号机就被其中一名研发人员从地下研究所送到了地面，而正在进行避难的石稿情人等人正好就撞见了这架 Valvrave 1号机。同时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意想之外的事情，在一片混乱当中，石稿情人的青梅竹马指南祥子前往帮助陷入困境的一名人员时，突然被多尔西亚机动兵器的攻击波及，结果失去了踪迹，生死不明。而在一旁的石稿情人看到了以后，以为指南祥子已经丧生，便一气之下进入了 Valvrave 1号机的驾驶舱，打算替指南祥子向入侵的多尔西亚进行复仇。于是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石稿情人接受了协议，进行药物注射，很顺利的进化成了魔使，完成了认证。接着机体的所有权限向他开启，石稿情人就这样成为了 Valvrave 的驾驶员，开始驾驶 Valvrave 向多尔西亚展开了战斗。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 Valvrave 初次登场就展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成功将入侵的多尔西亚机动兵器全部击毁，其战斗场面看起来相当精彩，令在场观看的其他人员震惊不已。而且这场战斗还被人用监控转发到了网络，使得 Valvrave 与多尔西亚的战斗场面毫不意外的在网络上掀起了浪潮，从而造成了网络重大舆论事件。不过这场战斗的胜利并不会让进攻吉奥尔的多尔西亚停下脚步，而且早已潜入多尔西亚特务人员L埃尔夫在这个时候做好了下一步行动的准备。于是就在1号机热量达到上限停止运转，石稿情人不得不从驾驶舱里出来的那一刻，迅速掏出了刺刀，向石稿情人的心脏刺了过去，其动作可谓是十分的狠辣。然而就在 L埃尔夫准备夺走1号机时，石稿情人却站了起来，向 L埃尔夫扑了过去。于是一场令人更加诡异的事件就此发生。